上一期视频我们带大家参观了我们这一套新的 Airbnb， 如果还没有看我们上一期参观视频的小伙伴，可以先去看一下。这是一套3室1厅的地下室 Airbnb。那这样一套3室1厅、地理位置还不错的地下室 Airbnb， 每个月到底能赚多少钱呢？我们现在一共做了3个月，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3个月的收入情况吧。那收入等于租金收入减去我们的营业开销。那我们就一项一项的帮大家 break down 各项开销是多少，然后最终我们会告诉大家我们收入结果。首先，我们这3个月营业额平均每个月大概是3500刀。但是大家要注意，现在这个收入还是我们 Airbnb 非常初期的收入，它不是完全能反映真实的 Airbnb 收入。因为2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是一套新的 Airbnb， 刚刚开始是没有评价。Airbnb 虽然会推一下新的 Airbnb 的房子，但是因为没有评价，所以说很多住户会不是很确定。我们也会把这个定价定得低一些。第二个原因是这个房子上市的时间是2月份，2月份到4月份这个收入其实是西雅图相对来说比较淡季的时候，它跟旺季的价钱会不一样，入住率也会不一样。所以说考虑到这2个因素，这个收入不完全能反映我们 Airbnb 未来正常的收入。暑假到了，总共做 Airbnb 有4项大的开销。首先第一项就是清洁费，我们清洁费这3个月平均每个月是400刀。这清洁费就是每一次客人走了以后，我们需要清洁人员把这个地方搞得干干净净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就是还贷。我们这个 Airbnb 的房贷总共每个月大概下来是3500刀。这里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，我们这个 Airbnb 其实是我们住的这个房子的一部分。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算出来，就是说我们总的这个房贷其中是有多少是支持这个 Airbnb 这个 space 的。这里其实有很多种方法，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2种。比如说第一种是根据面积来算，比如说如果你的总的房贷是1000刀，然后你就 Airbnb 的那一部分占你总的房子的面积30%的话，那你 Airbnb 的房贷你就可以用30%乘以这个1000刀来估计你的 Airbnb 的房贷，也就是300刀。或者你可以就是说去找你这个 Airbnb 这种类型的房子，比如说3个 bedroom， 然后在这个 area 大概卖出去多少钱，然后再根据卖出去的钱以及你的 interest rate 去算你这个平均每个月房贷应该是多少。这里很重要，因为这样子你才能算出你真正的这个 Airbnb 的这个 profitability。 但是你是根据哪个方法算呢？我是根据这2种加起来，就是我会先算这个面积是多少，然后我再会去看这个同类型的房子多少，然后我在其中做一个中间值 average。 对，然后这样子会比较客观一点。这个3500刀确实是还挺高的，因为考虑到就是说我们买这个房子的 interest rate 也相对来讲比较高，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这3500刀以后是有提升的空间的。就是3500刀可能可以变得更低，当利率下降了之后 refinance 之后，你觉得可以把它降到比如说3000刀甚至3000刀以下。对，利率快点下降吧。那你就是在想要经济危机再来得太快一点。没有。那第3项开销就是每个月的这种补给水电开销，包括了我们每个月的水电啊，然后给客人买的那些咖啡啊、卷筒纸啊、手纸啊，全部加起来大概是500刀。那第4项开销呢，其实不是一个直接的开销，是我们为以后开销做准备的一个开销，大概每个月是200刀。这个开销，比如说我们5年以后需要换冰箱了，我们就需要从这个里面拿钱出来，然后这个开销放到这儿，也是为了以后我们要做这种维修的时候，不是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 surprise， 更好的可以让我们估计这个 Airbnb 的 profitability。那这个我们在之前视频也说过，储蓄金这样子的一个金额，其实根据你的新房还是旧房，你要自己来设定。像我们的房子是比较新，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预期中，我们不会经常要修东西或者换东西。当然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，但是我们预留的储蓄金可能会相对低一些。1个月200刀是吗？200刀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老房子的话，很有可能需要换这个换那个的话，可能要把储蓄金设得高一些。对。所以呢，我们的总开销是4600刀，全部加起来1个月。然后我们的总每个月的租金收入是3500刀，所以我们平均每个月亏1100刀。噔。那小肖，我们每个月亏1100刀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事情啊？
就像我们最刚刚开始说的嘛，我们现在每个月的租金收入3500，这个我们不认为它是代表了我们正常的一个收入，因为我们的第一套 Airbnb 的区域和这里其实是挺近的，然后房型其实也是挺相近的。如果看过我们之前视频的小伙伴也知道，它在夏天的收入 revenue 就是我们的租金收入可以达到7000，甚至有时候可以上8000。所以说我们对这个房子期待还是很高的。我们认为如果在我们好好的经营，让更多的住户有好的体验，留下好评之后，可能价钱可以再往上提一提，然后我们的收入会再往上涨一涨。所以说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之后夏天的收入出来了之后，我们再会跟大家分享，看到底有没有持平甚至盈利。对，就像小邱刚才讲的，我们其实对这套 Airbnb 的这个租金收入还是很有信心的，因为我们买这套房子之前，我们在这附近有另外一套 Airbnb， 那一套其实平均每个月1年可以达到大概5500刀的租金收入。如果达到了5500刀的租金收入的话，其实每个月的 cash on cash return 其实可以达到就是快1000刀。对于这套房子来讲，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想的 cash on cash return。然后第二点呢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这套房子不做 Airbnb， 那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做长租。然后我们算一下，我们长租这套房子租出去的话，我觉得每个月大概是3500刀左右。什么3500刀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做长租的3500刀，最终的那个收入就相当于我们做短租的大概4600刀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这个 Airbnb 的租金收入平均每个月可以达到4600刀以上的话，那我们这套房子做 Airbnb 就比做长租要好。而我们刚才也就是估计过嘛，我们其实甚至估计到5500刀，所以4600刀的话，我们还是非常非常有信心可以达到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做 Airbnb 头3个月每个月亏1100刀的情况下，我们也不急的原因。最近还有小伙伴留言问我们 ROI 到底怎么算啊 ，Cash on Cash 到底是怎么算的呀？如果大家对这方面还有问题的话，可以留言告诉我们，我们可能也可以考虑出一期视频来，就是认真的跟大家分析一下，到底怎么算投资回报和 Cash on Cash。然后大家看到了我们收入，也知道其实就算是做爱彼迎这样我们非常推荐、我们认为非常赚钱的事业，它刚开始1-2个月可能你还是要亏很多钱，甚至你在投资买这套房子的时候，你就要有一个很大的投入。所以做什么事情都不是可能一下子你就会觉得很开心，就有盈利，然后什么都是很美好的。很多事情是你需要有个机遇，需要碰到一套房子，需要你前期投入很多钱和精力，需要甚至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奇奇怪怪的让你不是很开心的事情啊。但是总体来说，我们觉得只要我们投入了热情，我们对这份事业是充满积极的什么来着？积极的态度，非常积极的态度的话，我们还是能从中得到成长。然后运气好的话，或者你分析的好的话，还是会有很好的收入的。那如果大家对爱彼迎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在下方找到我们的推荐链接，通过我们链接注册成功后，3个月内拿到第一个客人，就可以获得 TC 免费的1对1咨询30分钟。如果你对我们频道对我们内容感兴趣的话，不要忘了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并且把我们的视频分享给你的好友。我们祝大家都天天开心，发财！非常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